咱们可以对比一下5U 和6U 的落地压缩状态。5U 压缩明显，反馈已经很快了，但很明显6U 的压缩可控性要更高，转换还要更快。嗨，大家好，Max Report 的跑鞋大报告，李宁飞电6家族。近几年，李宁的发布会真的有点像是跑鞋圈的春晚，吸引着行业内外、运动员、各大媒体、跑步爱好者，甚至辐射到了运动周边，比如时尚潮流等等方面的关注。因为李宁从2019年第一代飞电的推出，其实呢我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但是我还要再说一遍，飞电1代是中国的第一双厚底碳板跑鞋，世界范围内的第2双。从它开始，每次李宁发布会上的飞电系列都在推进着行业的发展。比如飞电2代是第一双复合助力系统的中国跑鞋，那飞电3代鞋身上出现的降科技，同时我还要强调一下，飞电3代是我个人认为迄今为止最优美的飞电系列，它的鞋身比例、设计语言完全是超越时代的表现。性能当然也很强，第一双登上了6大领奖台的中国跑鞋。飞电4代的最速曲线是第一双搭载了前后双段助推系统的碳板竞速跑鞋。去年11月发布的飞电5代，李宁交出了超泵加双降结构的飞电5 Ultra。当时也是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鞋是可以这样做的吗？当然，它也是第一双中底双结构科技的竞速碳板跑鞋。虽然5U超规了，但他的兄弟5E在赛场的表现有目共睹，国内外多场赛事夺冠和登上领奖台。所以时隔1年的今天，市场已尽显疲态，但我们还在期待李宁可以继续推进行业的发展。面对材料研发的缓慢和设计理念几乎停滞的状态，这确实很难。但就在如此形势之下，李宁依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东西，以及第一双拥有4核动力系统的碳板竞速跑鞋。OK， 我们就从这双李宁的飞电6 Ultra 开始。去年飞电5 Ultra 玄妙的中底结构配合双降碳板，性能和视觉冲击力都超级震撼。我甚至以为5 Ultra 2年内都不会更新，因为它本身就不属于这个时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飞电6 Ultra 就在我们的面前，而且在5 Ultra 的基础上又做了大幅升级。最迷人的当然是中底的4个超级动力，上下2层超泵中底科技，加上双降结构的 T1000弹射碳板，再加上最速曲线以及全新科技超泵胶囊。我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超泵胶囊啊。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在超泵的外层呢，再附上一层特殊材料的薄膜，让中间这块超泵泡棉形成一个封闭的状态，把里边的气体锁住，可以让泡棉内部的微气囊形成更大的气压，作用就是提高回弹的速率，存储释放更高的能量，并且可以持久稳定。用数据体现，能量回归率高达 95%， 显像速度3毫秒，是眨眼速度的100倍，抗形变10万次连续冲击，形变程度仅6/1000。那以上数据全部来自李宁实验室，当然这也只是超泵胶囊客观纸面上的数据性能，但这远不是它的全部。李宁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出这块超泵胶囊的性能，把它做成了现在这样的异形结构，并且把它融到了整个的中底系统之中，进一步去放大它的能量。我在研究这块拆解件的过程中呢，还惊喜的发现，超泵胶囊的气体是可以通过中间的这个导管前后传导的，所以再配合上下2层超泵中底的结构衔接和双降碳板4个动力单元，组成了一套协调且暴力的推进系统。那下面我们进入跑动环节。那穿它跑动的感觉真的太棒了，在我刚上脚当天晚上就兴奋的在我群里在分享。那我先起个 buff， 就是我已经测试过了超过2000双的跑鞋，尤其是近5年，我每年要测超过200双，那差不多1/3都是顶碳，而且都是国内外一线品牌的 T0、T1级的超级跑鞋，全部深度测试。飞电6 Ultra 的感觉可以说是无与伦比。OK， 那我下面说一些细节。首先，它是真的可以帮助运动员提速。我的测试结果，我的队员李通辉5公里直接 PB 45秒，而且还是在北京降温后的大风天。可想而知，如果是极好天气和极佳的一个状态，那它提高的会更多啊。我自身而言，一般测碳板鞋呢，我会用5分到5分半来去做个热身，但穿上它
抬脚直接把我推到了40/3的配速，因为它传导到脚底的动力会带着你往前走，而且越来越快。但我们还不用发到全力，所以它上脚给到我的这种刺激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当然，我不可能用这个配速做一个长时间的巡航，但是它又让我找到了曾经的快，这个感觉真的太好了。它超强的推进力完全来自于中底4个推进部件的有机结合。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落地过程。如果你是后跟落地，后跟超泵加超泵胶囊加降，会急速的压缩，已知超泵胶囊可以把气压推向前方气舱，前气舱的气压饱和之后会抑制后舱压缩，从而加快后舱的回馈时间。咱们可以对比一下5U 和6U 的落地压缩状态。5U 压缩明显，反馈已经很快了，但很明显6U 的压缩可控性要更高，转换还要更快，而且这只是超泵胶囊的工作，别忘了它还有上下2层超泵和后跟的降结构，所以整个落地从后到前的传导非常快。那转换到前掌，精彩的又来了，李宁在前掌的降结构中间又嵌入了一块超泵胶囊，直接把前掌整体的做工功率提升。我认为这是它前掌推进比5U 更强的关键因素。用汽车发动机举个例子，这就相当于是给 4.0 V8 加上了涡轮增压，它给你带来的推背感或者说推脚感，有能力的同学一定要去试一下，而且不要光踩一踩，一定要在4分内的配速穿它去跑。那一刻，我觉得语言显得非常的苍白，你大概率只会傻笑，而且会反复的重复一个植物。当然，如果你是中前掌落地，其实这双鞋的感觉要更好，节省了从后到前的过渡时间。后跟的胶囊只做气压控制，中前掌压缩释放的能量速度要更快，而且后跟一点不拖沓。我认为其实这双鞋要更适合前掌落地跑，所以在我们左右脚往复的运动中，这个中底会一直给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强大推进力。OK， 其实在中底结构上的创新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但本期的内容实在太多了，我们往下进行。鞋面和鞋楦都有调整，包裹确实比5U要好。蹦丝鞋面有更复杂的复合编织，前掌呢有4个从中底延伸上来的锁定锚点，配合鞋带锁定的范围要更宽，对前掌的控制也要更好。一体的高弹鞋舌不压脚背，加上前后鞋提穿脱很方便。大底采用大面积的 GCU， 很薄，但耐磨完全不用担心。这你们也知道，已经经历过无数次马拉松的验证。我想说的是，它的抓地力也有提升。第一是 GCU 自身的超止滑的素质，那第二就是密集的菱形纹理附在柔软的超泵上，触地之后，它会和柏油路的缝隙形成多角度的护锁。这也是让我们感觉推进超强的因素之一。好，飞电6 Ultra 暂时介绍到这儿，再说几点购买飞电 6U 你需要知道的信息。第一就是重量 ，C 码196克，比5U 略重，上脚还是很轻盈的。但相信我，牺牲这一点点重量换来的动力和全新的极速体验是值得的。那第二点就是瘦脚人群可以买小半码，它的锁定和长度会更合适。那宽脚的朋友还是正常选。那第三是它的中底非常的灵活，而且跑动时很考验小腿。这里我一定要嘱咐一下有实力的小孩哥啊，我非常不建议你们日常去穿着。OK， 那飞电 6U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了。那结尾呢，我会再次明确它的适配人群。那下面我们进入飞电6 Elite。那飞电6 Elite 也是这次发布的重磅鞋款，而且你们知道 6U 依然没有在白名单，征战国内外马拉松赛事签约李宁的运动员只能穿6E 上场。去年其实李宁是被动的被 WA 限制，5E 是计划外被得以重用，但表现你们也看到了，屡屡站台，也从侧面表现出李宁跑鞋越级的表现。今年李宁呢有备而来，6E 就是带着征战赛场的任务去研发的，完全按照 T0 级打造。中底依然是经典的上中下3层结构设计，和5E 最大的不同就是上层用了一整块超大面积的超泵胶囊。那上面呢我已经说过了它的特性啊，它有起锁定，增加起始压力，让回弹和回馈响应都要更快。那再加上 T1000 碳板和中底结构性的优化，包括碳板前曲的调整，同时带来了纵滚和横向滚动的优化，蹬身性能也随之提升。中底的触地结构、指诊科技和最速曲线来追求更优的跑动经济性。跑动感受完全就是小号的6 Ultra，
当然，它的绝对爆发力肯定不及6U，整个后跟到前掌的力转换速率之快，滚动效率之高，也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超蹦胶囊在跑动中的做工，也就是微气使气体锁定所带来的更多的动力，是可以清晰的感受到的。跑起来很轻快，对步幅和步频都有增益，两种跑法都可以在这双鞋上找到契合的节奏。而且完全不挑落地方式。那不得不说，李宁为了让6E在赛场上越级，除了科技加技术上的升级，还直接把中底加厚到了39毫米，这相当于就是加大发动机的排量，顶到了 WA 的极限，为的就是去和那些世界顶级运动员脚下的 T0级跑鞋 battle。蹦丝鞋面在编织技术上更加的多样，对局部透气和锁定控制要更加的精准，一体弹力鞋舌，对脚背呢也没有压迫感。大底和6U采用了相同的 GCU 地面控制系统，即便是下雨，防滑能力也是很强的。那这双飞电6 Challenger 是最亲民的飞电跑鞋，虽然是家族的小兄弟，但配置一点不低。上层采用超蹦，下层采用蹦科技，中间是一块 T700级的分指碳板。分指的开合位置、角度，李宁也做了多轮的测试，完全符合跑者发力方向和蹬身角度，所以再配合最速曲线系统，蹬身能力直接增长了4%。分指的最终目的不仅让中底更加的灵活，还可以分割足底的发力区，给足底减压。那为了适配更多的人群，前后掌都有加宽，分散压力，落地更稳。所以这双鞋公路和跑道的训练场景，也就是柏油的大直路和场地的弯道，这个中底全部 hold 得住。OK， 那整个飞电6系列介绍完毕，下边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朋友，他同样搭载了超蹦胶囊，李宁全新的超级竞训跑鞋赤兔9 Ultra。那它是赤兔矩阵的新成员，一双全新的5版超级竞训跑鞋。从 Ultra 命名就可以知道，它是赤兔矩阵最厉害的角色。那为什么厉害呢？首先是采用了3层中底结构，上层全掌超蹦，中间超蹦胶囊，下层全掌蹦科技。为了保证中足稳定，中间还嵌入了一块异形的玻纤承托片，然后把它们3个组合到一起。这个中底可以说5板胜有板。虽然它没有推进属性的碳板，但跑起来推进力完全不输有碳板的竞训跑鞋。3层泡棉叠加后，确实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尤其是中间层的超蹦胶囊，放大了整个中底的能量释放。只要你舍得踩，它向前的能量是远大过大部分5版的竞训跑鞋。而且中底不算薄，但弯道完全 hold 得住。外底同样采用6U 和6E 一样的 GCU 地面控制系统，所以它的止滑效果完全不用担心。最后大总结，我们先总结一下4双跑鞋。赤兔9 Ultra 它是全新概念的一双超级竞训跑鞋，强大的中底性能，全面的表现，很有可能会颠覆你对以往竞训跑鞋的理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5版胜有版，可以让你得到5版跑鞋那种对脚部的充分刺激和锻炼，并且可以相对轻松舒适的助你完成高强度的速度训练。飞电6 Challenger 对新手更加的友好，无论是它的驾驭门槛还是入手价格，它可以给无论比赛还是训练中想提速的新手提供很好的动力支持，几乎可以应对所有的训练项目，可快可慢。比赛来说，4小时以外的马拉松爱好者都可以尝试飞电6 Elite T0级的竞赛跑鞋。它会更多的出现在激烈的马拉松破3人群中，让精英们在比赛场解锁速度禁区，博得更多的关注。比如像巴列加这样的选手，飞电6 Elite 可以和他们一起站上世界级的领奖台。最后，飞电6 Ultra。它本身是为世界级的运动员和超级精英研发的可以挑战极限的超级跑鞋，而且研发到这一代飞电6 Ultra 绝对具备了破2的水平。经过测试，我坚定的相信那个对的人穿上了6 Ultra 是一定可以突破现在认为的2小时极限。但众所周知的原因，它暂时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略显遗憾，但我们尊重。最后我回答一个问题来作为本期的结尾。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问，为什么还要研发飞电6 Ultra？ 这有什么意义？首先，意义是人定义的，那定义之后就会有一个范围，有一部分人就喜欢在这个范围内，因为他们觉得很安全。
但人类社会的进步，恰恰就是那几个没有在定义范围内的人去推动的。很好举例啊，离我们很近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在用的智能手机，它不仅重新定义了手机，而且直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那位星际狂人，他的火箭回收，他的星际旅行，在当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喜欢变化的物种，只是现在社会大部分人被某种定义锁住，但刻在基因里的改变是抹不掉的。我们从树上下到地面，打猎、学居、游牧、农耕、城市化，我们不停地在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环境。未来也许会上火星，谁知道呢？但改变是永远不变的。寻求改变就是我们这个物种领先于地球其他生物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一点点的改变和突破，就是引领人类不断前行的核心动力。所以，我们回到飞电6 Ultra， 它在市场的意义很重要。它标志着思维没有被禁锢，跑鞋、碳板跑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的想象力远没有枯竭。虽然科技并不分国界，它属于全人类，但我想说的是，我还是非常骄傲，这双鞋是我们做出来的。那最后还是那句话，我希望飞电6 Ultra 不仅仅在国内发光，我们有义务让全世界知道，中国可以制造出这么美好的物。所以海外的中国跑步爱好者，我的视频、我的图片，你们可以随便用，不用注明出处，发到任何的海外平台，但一定要注明这是一双中国碳板竞速跑鞋。谢谢。